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讽刺短片《Fallen Art》堕落的艺术。影片开始，一所竖着禁止拍照的军事基地外，远远望去便能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跳塔，跳塔上不时地发出有人坠落的呼喊，似乎军事基地在进行着某项训练。跳塔顶端，几个士兵安静地等待着。站在跳塔顶端的胖军官不断地执行着地面传达的命令，他一边为士兵打气，一边为士兵颁发英勇奉献的奖章。然而无知的士兵似懂非懂，军官的教导使他们更受鼓舞。此时他们内心似乎怀揣着伟大的革命理想，觉得即使爹亲娘亲都不如此刻的祖之亲。他对着自己眼前这位高大的军官行礼回敬以示尊重，然后愤然向跳塔的末端迈了一步。军官也被这位士兵的勇敢所感动，左手搭在士兵的身后，用力向前一推，一脚便将士兵踹下了跳塔。虽然士兵带着很高的觉悟，但是在下落中，内心的恐惧依旧没有战胜地心引力。他和自己前面的战友一样，恐惧的高声呐喊，最后啪的一声拍向了地面。地面站着一位形态潇洒但形如枯槁的摄影师，这一切尽在他的眼中。他面无表情，似乎习以为常。士兵从高处摔到地面后，挣扎完最后一口气，他便熟练地拿起自己手中的相机，拍下士兵惨死的瞬间。照片从相机中取出，他很满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作品，便丢给了身边待命多时的士兵。士兵小心翼翼地接到照片后，便将照片转交给身材臃肿的司令官。司令官拿到照片，似乎如获珍宝，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一个巨大的工作台之上，并放了一首自己喜爱的歌曲。随着巨兽般的机器开始运行，照片中的内容也呈现了出来。原来这台巨大的机器是一台放映机，而放映的内容便是一个个从跳塔上坠落到地面的士兵。士兵们一张张惨死照片组成了一部逐格动画，由于每个人落下时的姿态都有所不同，这连续的画面使他们看起来像是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此时配上司令官欢快的乐曲，死去的士兵们像是在庆祝司令官伟大的艺术一样。在舞蹈和歌声中，司令官十分的沉醉，逐渐的他也进入了状态。随着动感的音乐，他摆动起自己臃肿的身材，平时连走路都显得笨重的他，此时却十分灵活。他一边欣赏着画面的舞蹈，一边跟着跳动，丝丝合拍，没有落下一个动作，灵活的令人惊讶。看来音乐和舞蹈的魔力是巨大的，使得司令官身上每一个细胞、每一块赘肉都鲜活了起来，波涛汹涌，此起彼伏。随着音乐逐渐进入高潮，士兵们遗体组成的画面也呈现出高飞的姿态。司令官更是兴奋，也挥动起自己肥硕的双臂，学着画面的样子扇动着，似乎要一跃而起，将塞满全身的艺术细胞全部抛洒出来。最后音乐终止，巨大的放映机也放完了最后一帧画面，司令官也瞬间回到了原先的痞态。他捂着心脏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在空无一人的放映室，满怀艺术的司令官被自己的艺术作品所感染，真诚地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他明白艺术没有终点，瞬间他便放下了悲天悯人的姿态，继续对自己的手下发号施令，来制作自己完美的艺术品。这时被禁锢了脚蹼的青蛙胭脂粉母肃穆端坐，在此为这伟大的艺术点赞。短片由导演 Tomasz Baginski 制作，获得06年 SIGGRAPH 世界 CG 短片大赛第1名，同时还获得英国 BAFTA 大奖。影片的角色和背景使用了传统手绘和电影动画技术相结合，使得影片的画面有着绘画作品一样的质感。短片镜头之间的运动模仿真实电影摄影机的轨迹，加上 3D 人物的虚拟骨骼，使得影片的人物更加的生动。在角色设定上，军中的长官个个体态臃肿，面相贪婪，
既是影片中的摄影师、形态销售，但面如僵尸一般，没有表情。相比之下，士兵们体态瘦弱，他们个个毫无神采，每个人被森严的制度改造成了没有思想、只有服从的机器。在他们眼中，命令就是一切，完成命令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，丝毫不去判断自己的奉献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仅凭着自己长官口中的鬼话，就似懂非懂的带着所谓的责任感去祭献自己的生命。动画《堕落的艺术》中的军官拿士兵的身体创作舞蹈影片，电影《纳粹猎人的纳粹党》拿犹太人的身体做棋子。艺术源于生活，影片中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故事，是否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呢？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人们似乎淡忘了曾经恶魔的模样，于是新生的千禧一代总是会不解地问，到底什么是纳粹？即使他们通过网络搜索纳粹的词汇，但是也只能管中窥豹，不得其意。什么是纳粹？确实很难解释，因为它很狡猾，比爱美的姑娘还会打扮自己，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人们喜欢看到的模样，或许憨厚，或许慈祥，或许还带点傻里傻气，但是是人是兽总是有迹可循，是狐狸也总会露出自己的尾巴。如果您再问什么是纳粹，那么请您先擦亮眼睛。如果一个地方从上到下只听命于一人，而他却不受任何制约，古代的皇帝万人之上，做错事都害怕打雷被劈，而他却做任何事都没有忌讳，那里的人们不能有思想，不能有质疑，一切都听命于他，所有人都要全部爱他，也必须爱他。此时不管他是否免费给了您一袋米或一桶油，他大概率会成为掠夺万万人性命的纳粹了。在影片中，这些士兵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，在画面之外看到他们的艺术家司令官不用笔不用纸，而用他们的身体在创作优美的舞蹈时，他们是否也会像自己的司令官一样被感动呢？最后，黑叔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唐诗，作者李淳风、袁天罡。貌儿须带血无头，手弄乾坤何日休？99年成大错，称王止和在秦州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，请点击订阅，